我们假设，其实整件案子是2个人协同作案，那这一切就都说得通了。而且从现场留下的脚印来看，也证实了这一点。2个人，意思就是说，除了曾方平之外，还有1个人。我甚至觉得，第1起案件当中，被害人身体上留下的精液，到第2起案件跟马戏团的关联，我始终有一种怪怪的感觉。怪怪的？哎，老大，你怎么能认为咱们发现了线索，推理出来的证据都比较顺利，那就怪了啊？没错，就是这种感觉。就好像在我们面前有什么人一直在推动着案件的侦查走向。如果曾方平他参与了这件案子，那他顶多是参加了前面的准备工作，踩点什么的，算个从犯而已。而真正的主犯，一定另有其。你这说的我越来越糊涂了。咱先说啊，假设这个曾方平他不是主犯，那么咱们之前去跟踪他的事情走漏风声之后呢，那个人就应该将计就计，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到曾方平的身上。他何必又顶风作案，搞出一个赵曼曼的案件来呢？问得好，一开始我也想不明白。可是你把事情反过来想，如果案犯他从一开始就计划好了要把整件事情全部嫁祸给曾方平呢？从第1起案件看似是无意留在现场的体验，到后来的招贴画，只是他万万没想到，计划的再周全，也会有意外发生。按照当天的排班表，曾方平应该是在家休息，那他就没有不在场的证明，所以案犯就选择在那个时机动手犯案。谁知道曾方平却喝多了，不但没有回家，还在道具间睡着了。这样一来，他不但没有嫁祸成功，还把自己给暴露了出来。如果这么说的话，那这个人就是应该藏在曾方平身边的人，会是谁呢？陈离江。陈离江？陈立江这个人在嘉年华负责小丑的工作，他平时还会清理一些游乐设备。他还是我们之前筛选出来的符合侧写的嫌疑人之一。话说回来了，我们老大懂犯罪心理，这个我知道，但是韩婶，你是怎么推断出来的？什么是犯罪心理？我从来都没听过。留下的脚印告诉我，案犯的步长应该是26公分，而步幅是76。而当时的现场的材质是比较松软的沙土，脚印的深度为0.3。从这些我可以推断出，案犯的身高应该在1.78米左右，体重是70到72公斤。而团里的那些人不是身高不符合，就是体重不符合。剩下的这3个人当中，只有陈离江符合所有的要求。我去，简直太崇拜你了！这就是传说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步伐追踪技能是吧？哎，老大，这个东西我之前只在市局见过一次，还是宁队找的什么高材生，那时候一样，也是把所有的数据采集之后，算了好几个小时才得出来的结论。韩申，你太厉害了！你上午刚看完脚印，现在就能得出结论。我跟你说，这个东西真的特别的厉害。然后我，既然结论一致，那剩下的就是证据了呗。要快，都知道要快。陈离江知道自己暴露了，如果他铁了心的要嫁祸给曾方平的话，那他一定会让曾方平从内心深处觉得自己就是罪犯。
行了，别转了，本来就够晕的了。阿斌，你知道吗？你铸成大错了。现在看来，3起案子的案发时间都是曾方平晚上没有演出的时间。那说明陈丽江是一开始就想好了，要让曾方平当自己的替罪羊。可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小传啊，对于陈丽江，他的资料我们还掌握些什么？陈丽江啊，陈丽江这个人，在嘉年华是个老好人。5年前，他曾经是这里的魔术师，最后好像发生了一个什么意外，导致了毁容，再也登不了台了，所以他就转做了小丑。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的前妻许莹和他离了婚。这个许莹，我们找他了解过情况吗？许莹的工作是导游，主要负责省内线，长期不在家。他和陈丽江离婚之后，就搬回了老家红鱼县去住了。要不然这样，我现在就安排人和这个许莹好好谈一谈。我觉得陈丽江跟许莹的婚姻失败，很可能刺激了陈丽江，是导致他犯罪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有必要去了解一下他们当时到底发生过什么。好，我现在就去。继续吧。继续什么？读资料。我为什么要读资料？这些资料我都看过上百遍了，好不好？眼睛看的速度太快，会让你漏掉很多的信息。而读就不一样，可以给你大脑充分的时间去反应，去刺激你的听觉。这个里边有很多的声音、气味、图片，是你光看产生不了直观感觉的。但是读与听，就会让你产生更多的联想，从而发现线索。听上去还蛮有道理的。你这招从哪儿学来的？以前有一个人，小传刚才的话倒是让我想起了第一个案子跟第二个案子的共通之处，包括第3个案子，陈丽江还没来得及做的事——照片。接着说。我想起了你当时的那个疑问。按照现场的勘查来看，案犯没有留下任何的脚印、指纹，还有毛发，说明他行事非常的缜密。这么一个人却留下了精液和照片，只能是他故意让警方发现的。那他的目的又是什么？你还记不记得，你当时说，凶手就是故意想让警察发现他残留在现场的体液还有照片。他为什么这么做？第一，他没有案底，非常自信自己的体液跟现场留下来的一定是不匹配的。如果我们按照陈丽江一开始就决定让曾方平当自己替罪羊的这个设想来看，那个体液一定就是曾方平的。我们可以等检验结果出来再仔细看看。第二，照片一定有他自己的目的和纪念意义，这是他犯案的第2个动机。这怎么说？案发现场的场景也好，道具也好，似乎都是遵照某种过去的生活而布置的，有一定的仪式感。我认为
案犯就是想通过这样的仪式，回到过去的某种生活。包括受害人，也是被他当成了过去的某个人，他幻想着能够回到过去的某种生活，让时光就停留在那一刻。老大，韩神，你们猜怎么着？陈立江给许莹寄了很多以前的照片，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正在县公安局报案。以前的照片？对。据许莹说，4年前她带周边旅行团去嘉年华玩的时候，认识了当时还是魔术师的陈立江。当时的陈立江又自信又开朗，而且人也长得帅气，所以两个人很快就建立了恋爱关系。这个许莹呢，是一个摄影爱好者，所以她给陈立江拍摄了很多关于魔术的照片。陈立江有时也会让许莹扮演自己的魔术助手，为其拍照。而且这个陈立江还喜欢把两个人的照片拿到影楼挂起来展览。但是好景不长，验证了一句话：秀恩爱，死得快。2年前，陈立江在表演魔术的时候发生了意外，毁了容。从此之后，他也不上台了。加上许莹在那个时候又增加了自己的跑团线路，所以两个人聚少离多。据许莹说，就在这个时候，陈开始发生了变化，性子变得越来越阴暗。然而陈离婚之后呢，许莹就再也没有和陈立江联系过。哦，对了。许莹还说，陈立江曾经提起过，在嘉年华接替他魔术师表演的，好像就是他的同门师弟。同门师弟，是曾方平吗？这倒也说得通。你刚才说他们喜欢展示自己的照片？对啊，现在那些影楼老板还是喜欢把人的照片照过之后挂在橱窗里进行展示。陈立江呢，喜欢主动把两个人照片交给影楼，让他们挂起来。不知道他现在还喜不喜欢这么做。他肯定不会像以前那么张扬了，但是在他可控的范围之内，他肯定还会这么做。照片展示墙。有的人去玩游乐设施的时候，会拍一些纪念照片。有些人会把照片带回家，有些人就会把照片放在园子里做纪念。我记得嘉年华里有很大的一片照片展示墙，上面贴的都是游客的一些纪念照片。小帅，你马上去盯住陈立江，切记不要打草惊蛇。好。陈立江现在还不知道我们掌握了这些线索，我跟便衣去照片展示墙，还有他负责的游乐设施附近去找找照片。一有消息，我马上给你打电话。我也会和宁队申请实施抓捕。行动吧。小心啊，别摔下了。马小飞和陈立江，韩晨，把墙上所有的照片拿下来，找线索。是。韩警官，经理和团长来了。这块平常都是谁在负责啊？以前恐怖的工作人员管过一阵子，但今年开始就都归梦幻月县魔术团去负责了。因为人手的问题，除了一般的清洁人员，我们还会安排员工去负责一些设备的日常维护。这不也是为了随时消除设施隐患，提高安全系数吗？哎，具体是不是让陈立江负责来着？是，小丑的工作不是很忙，就交给他维护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陈立江负责的设备还有哪些？我记得最近这半年他主要负责的是摩天轮。园区里有针对设备检查和维护日常做的值日储物室，也是由他负责。在哪儿？在那边。走。好。这边。这就是储物室。我们自己看就可以了，你们去忙别的吧。好的，好。
这个屋子的味道真的是……怎么了？陈立江之前当过魔术师，而魔术师最擅长的不就是障眼法吗？毛发和指纹也有。好，小白，你们做得很好。既然已经证据确凿，现在就准备实施抓捕。不过，案犯现在身处大型游乐园这样的场所，你们一定要谨慎行事，既不能打草惊蛇，也不能让无辜的群众牵涉进来。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处理好。马上实施抓捕，大家都行动起来，支援白锦熙。是。小齐，哎，哦对了，老大刚刚打电话了，说已经找到证据了，正在向领导请示，准备批捕。OK。今天嘉年华是不是有什么活动啊？咱俩千万不能让他们跑了。嗨，没事儿。他俩不正在团里做着准备吗？放心，我盯着他。今天嘉年华好像有个免费的游园活动，又恰逢周末，人马上就多起来了，你盯紧点儿。好。那个大摆锤摇了好几分钟了，还没停下来。哎，快看，这是什么情况啊？不好！白警官，这是在现场发现的，你看一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暗夜中的小丑先生，你曾死过，现在又活了，只活到永永远远。那，你拿着虚妄和梦幻的钥匙，让世人都沉溺其中吧。K， 交给鉴证科的同事看看，能不能找到其他线索。是。老大，出事了，出事了，在东区。东区怎么了？我就在东区啊。大摆锤在大摆锤方向，大摆锤停不下来了，有一群游客被困在上面了。大摆锤，我们离那儿不远，你别慌，我们赶过来。请看一看。大摆锤怎么停不下来了？真是太吓人了。你好，我们是警察，现在什么情况？那些人是什么时候上去的？有一会儿了。本来这个大摆锤玩一次的时间是3分钟，可现在时间都过好久了，大摆锤还在继续，我们这才发现不对劲。你们有切断电源吗？早切断了，但还是没有用。有工具包吗？在里面。喂，这么高，你一个人上去太危险了。我要是出事的话，你养我吧。
老大，陈离江这个王八蛋，居然敢跟我们耍花样！他现在人呢？他们两个跑了。各单位注意，嫌疑犯曾方平、陈离江已经趁乱跑了，我们请求支援，请将附近所有的区域全部封锁起来，务必要抓到他们俩。老大，他们俩刚走，我们现在追还来得及。走。上车！哎，等等我呀！后备箱。韩山，你这车技太帅了，改天教我呀！你学不会？我学霸，我怎么可能学不会呢？这两个人现在是亡命之徒，狗急跳墙，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一会儿大家都注意安全。好，你也是，注意安全。知道了。韩神，这条公路通往省道，陈离江和曾方平会不会沿着这个省道逃出江城啊？高速跟国道都已经设了检查站，他们硬闯是闯不过去的。我觉得他们不会冒这个险。前面就是老城区了，那里人口密集，地形复杂。之前陈离江犯的几起案子都在那里。我们追得那么急，他们逃得又那么慌，有没有可能他们铤而走险，到老城区找一个地方先躲一躲？有这可能。这样吧，我打电话给后面的人，让他们沿着省道去追，然后我们几个去老城区，看一下陈离江他们会不会在那里。就这么办。做好了。怎么办？这边车过不去了。哎，前面有辆摩托车。啊，真是想睡觉就给枕头。走。同志，您好，我们是警察，在执行公务，想借用一下您的摩托车，一会儿给您送回来，行吗？好，行。谢谢。小川。哎呦，哎，老大，那我呢？警察同志，还有辆自行车。哎呀，我两条腿和你拼了！小川，前面怎么走？我知道。怎么是你啊？我来看。发现2名疑犯正在向道里江方向逃窜。我是麦丽西，我跟韩琛在一起，我们马上赶过来。各单位请注意，我和韩琛目前就在道里巷，但是没看见嫌疑犯的踪迹，马上封锁各个路口，一有发现立刻抓捕。究竟躲哪儿去了？不行，不能再跑了。为什么停在这儿？阿平，你能不能别喝了？你都喝了一路了。我们不能再跑了，再这么跑下去不是办法。哎，那你有什么办法？我们现在要赶紧走，要不然警察就要把我们抓住了。阿平，阿平，听我的，跟我去自首吧。行吗？我不能自首，我不要去自首，我不能去自首。如果你报警，我会杀了你的。你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办？我都替你犯过一次，我们还能怎么办？师兄，我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你不能扔下我不管，你不可以扔下我不管，你不可以扔下我不管。阿平，
阿平，除了自首，我们现在没有路可以走了，无路可走了。阿平，自首。豆豆，别玩了，洗手吃饭去。哦，知道了，妈妈。我不自首！阿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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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开我！冷静，阿平了！阿平，你看你，喝点酒就闹，下回不跟你出来喝酒了。没事啊，我这朋友啊，喝了酒撒酒疯呢，不好意思啊，没事没事啊。嘿，阿平，干什么你？要干嘛呀？他看到我们的脸了。没事，他没看到，你别闹了。他如果去报警，我们就哪儿也跑不了。他不会去报警的，我求你别惹事儿了啊！哎，阿平，阿平，阿平，哎，行了，别闹了啊！你找什么？哎，阿平。不好意思啊，我们已经关门了。老板，他不是喝多了吗？那什么，我们买点东西。我要一瓶 whisky。阿平，你喝多了，不能再喝了。再说人这不是喝酒的地儿，你想喝我带你出去喝啊？走，咱们走。我要一瓶 whisky。我要一瓶 whisky。有。我们这儿就只有这些了，你先喝着。我去里面拿去。不好意思啊。妈妈，豆豆乖，躲在这里，不要说话。妈妈不叫你，千万不要出来啊！别喝了，我说你别喝了。我还要，你干嘛呀？阿平，阿平，别闹了，一会儿人该过来了。阿平，你别闹了，一会儿人。他居然骗我！是，他师兄，他骗我，是他骗你，但师兄没骗你。你给我出来！阿平，阿平，你给我出来！别闹了，我求你了！你喝多了，听话，别闹了啊！阿平，把酒给我！阿平，我求你了，把酒给我！阿平，给我！阿平，你别闹了，阿平！臭女人，你给我出来！出来！妈妈，下去，豆豆。你报警啊！你想让警察抓我吗？喂，喂，喂，你去哪？喂，你报警啊！
别动！一会儿就没事了，一会儿就不难受了啊！喂，去哪儿？神经病！怎么会有孩子？孩子，孩子，过来！孩子，把孩子放下！放下刀！阿平，别伤到孩子，别伤到孩子，千万别伤到孩子！阿平，曾方平，你去把孩子放下。宝宝，我们来看一看啊，是他的枪管，还是我的伴宝？你别激动。这样，你把孩子放下，我来当你的人质，你想怎么样都可以，行吗？哦，我不相信！放下孩子！赶快放下枪，放下！地，大，地，好。阿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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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师兄，对不起你，我是怕你再错下去，我对不起你，阿平。师兄，我在哪？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没事了，没事了。他们是什么人？阿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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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阿平，阿平，你醒醒！阿平，阿平！骗子，魔术是骗人的！我走，我走，走！你是魔术师？以前是，现在的样子，估计连我亲爹都认不出来我了。想不想自己的人生重新变得不一样？我是 K。
你叫什么？陈立江。走。进去。这都3个小时了，什么也问不出来。小白人呢？哎呀，不知道啊，刚才一直在挨局长训，不知道现在回来没有。这个曾方平一死啊，是死无对证，还不知道能不能定陈立江的罪呢。这不可能啊！你们之前不是找到很多证据吗？那些精液的检测结果确实是曾方平的，所以现在陈立江一口咬定那些事情全都是曾方平胁迫他做的。如果他再这样装疯卖傻，我们也没有办法。这件事情还是要看老大的，他那么懂犯罪心理，一定可以找出破绽，定陈立江的罪。小白来了。警官同志，你们到底想问些什么呀？只要是我知道的，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陈先生，先喝口水。其实你不用那么紧张，我们调查的已经差不多了，鉴证科的检验结果也出来了，曾方平的精液跟第一个受害人身体里残留的信息完全相符。我们现在有理由相信，他就是这几起案子的主谋。陈先生，我听说你跟曾方平是师兄弟呀，能跟我说说他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吗？我和阿平以前在越县学过魔术，他那个时候刚落榜，一心想要进魔术圈，但他天赋一般，师傅本不想收他的，贵在他的坚持，后来打动了师傅，收他入了门，先做助手。其实阿平这个人并不坏，只是脾气有些暴躁，有时候做事很冲动。警官同志，能给我颗糖吗？真巧，我身边还真有一颗。谢谢。我肠胃不好，口中常年没有味道，现在啊，感觉有点恶心。看样子你跟曾方平的关系确实不错，他犯了案，你还一心想帮他脱罪。不过陈先生，你不会真的以为包庇就不犯法吧？警官同志，说说吧，说说你是什么时候知道他犯案的，再说说你是怎么制造了第3起案件，来扰乱我们的调查，帮他脱罪的。说说你是什么时候知道他犯案的，再说说你是怎么制造了第3起案件，来扰乱我们的调查，帮他脱罪的。
小白这是什么套路啊？你懂什么啊？这叫心理战。你等着，好戏在后面呢。韩警官，局长找你。好，我知道了。等一会儿。再过10分钟，你进去告诉白锦溪，就说曾方平抢救成功了。好。你的意思是说，其实前2起案子你并不知情，是曾方平自己喝多了才告诉你的。你劝他要去自首，但是他拒绝了你，还告诉你说自己已经被警方怀疑了，请你帮忙做一些不在场的证明。我理解的没错吧？千真万确，警官。他还告诉我作案手法，否则我怎么知道怎么做？当然，否则你怎么可能用同样的手法犯了第3起案子呢？只是你能不能顺便也告诉我一下，他是怎么样制作了第1起案件现场的那些道具的呢？还有受害人的照片又是怎么样神秘的跑到了嘉年华你负责放置清洁用品的储物室里的呢？我希望你想清楚了再说。其实你的戏演到现在，我看的也差不多了。你不会是以为我们警方抓你什么证据都没有吧？你也太小瞧我们这些人民的公仆了。还是说你陈先生本人就是这么天真呢？警官，你们都是聪明人，你们一定查到了阿平跟这件事情相关的证据。阿平威胁我，让我帮他作案，制造不在场的证明来脱罪。没错，那些道具是我做的，可能都是我以前使用过的魔术道具。我上不了台之后就都送给了阿平。谁能想到，他用来干这些？等我知道的时候，已经晚了。还有你说的储物室，能接触到储物室钥匙的，岂止我一个人？你们都调查过，你们比我清楚啊。你是说曾方平跟这件事情关联的直接证据？非常抱歉，我们现在还没有。如果你知道，你可以告诉我啊。警官，你是在说笑吗？我就是一个平民百姓，我哪懂这些啊？什么调查，什么取证，什么 DNA？ 我们是在拍电视剧吗？我先过去了。老大，医院那边传来消息，曾方平经过抢救已经无生命危险了，现在已经醒了。你说什么？阿平救过来了，他没死啊！太好了，这简直就是奇迹啊！怎么会是奇迹啊？现在医学这么发达，室内调配血液也很容易。再说了，你射中他的又不是脑袋，又不是心脏，救活是很正常的。陈先生，我怎么觉得你知道曾方平没死以后，你那么不甘心啊？你说什么呢，警官？你不可以诬赖我呀！好，既然他没死，有些问题我直接去问他好了。小转，走。好。等等，你先出去。嗯。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警官，请坐。
们一定要调查仔细了。这个案子，的确是阿平一个人做的。没错，这个案子就是曾方平一个人犯下的。受害人都供述，他们感受到了愉悦。我们到现在都没有办法给他定罪的原因，是无法推测出他到底是怎么犯案的。催眠分很多种，也有着不同的层次。曾凤平常年酗酒，意念也不够集中，所以他对受害人长期暗示，没有时间条件，想要短期迅速的催眠，最好的办法就是借助药物。裸头草碱。我们认为曾方平脾气暴躁，有性格缺陷，对女性有着病态的占有妄想。他取代你成为魔术师以后，被突如其来的成功冲昏了头脑，加剧了他病态的严重，直致他犯罪。曾方平是我的师弟，从前唯我马首是瞻，现如今却飞扬跋扈，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他当我永远是替他擦屁股的师兄。他有酗酒的恶习，一喝多了就会冲我发脾气。他总是在抱怨为什么没有女人真正的青睐他。阿平，漫天花雨这个魔术，你超越了我，做得比我好。这是你的拿手好戏，再表演给我看一次，好吗？你想要它是什么牌，它就会变成什么牌。你知道为什么团里的男人都嫉妒你、诋毁你？因为你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台下的女观众都为你疯狂，他们迷恋你，却又不敢靠近你。我注意过他们看你的眼神，他们都想要。他们想要什么？吃了你。给他们解脱吧，这是你的宿命。他跟了那个女人很久，最后弄晕了她，才把她带走。是因为他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布置现场，制造梦境。我说的对吗？不对。那是什么？地点是一早就准备好的。梦境必须完美。从他被带走的那一刻，美梦就开始了。曾方平给他们化好妆，穿上漂亮的裙子，把他们打扮的就像公主一样。女人如花，
只有完美的梦境，才能展现出他生平最美的姿态。哼，可惜呀，曾方平的手段还是不够高明，甚至可以说是愚蠢。他选择了你来做他的替罪羊，可是特别遗憾，你让第3个梦境失败了。受害人没有感受到任何愉悦，他感受到的只有赤裸裸的欺骗。怎么怪到我的头上？要不是他没有按计划回家，让这一切失败，我根本就不会暴露。暴露？你指的暴露是曾方平没有老实的当你的替罪羊，反而有了不在场的证明。我说的对吗，陈立江先生？你不是？我不是什么？被你催眠吗？你说的很好听，让女人完美的绽放。其实你做这一切只是为了满足你自己的私欲而已。你只有让女人沉浸在梦里，她们才会乖乖的被你玷污。在现实生活当中，没有一个女人会喜欢你，愿意接近你。不对，我有老婆，我老婆很爱我。爱你？那她干嘛会抛弃你？你就像一块垃圾一样的被抛弃了。不，你本人就是一块垃圾。你在胡说！是我给他们幸福，我给那些女人幸福，是我给了他们幸福。幸福？哼，你给他们带来的只有噩梦。反而是曾方平，他才是一个真正的魔术师，他在舞台上可以给人带来真正的快乐。不对，你说的不对。曾方平只是我的马前卒，他根本不配称作是魔术师。这一切都是我做的，我一直对曾方平暗中催眠，让他从精神上欲求不满，引发他生活中情绪失控，与人发生冲突。另一边，我选中那些女人，但绝不是给他们噩梦，是美梦。我给了他们美梦，我才是给人真正快乐的魔术师。没错，就是这样。来，我就说老大没有问题吧，终于搞定了。老婆，你又喝什么？你怎么喝咖啡啊？为什么不能喝啊？孕妇最大。谁说孕妇最大？我说的。现在儿子最大。不信你问儿子，你看他同意你喝咖啡吗？儿子他不同意。傻瓜。老婆。等孩子出生了，我一定会拼命赚钱。到时候，我教他变魔术。我带你们2个玩遍全世界。成天就知道搞这些没用的东西，钱也不会赚。幸好孩子没生下来，要是生下来，我们吃什么呀？跟着你迟早要喝西北风去，白痴，废物！
我不能没有你，老婆。即使是遭遇了不幸，失去了孩子，也不能成为你犯罪的理由啊。人只要有信念，什么事情都可以挽回的，或者选择重新开始。为什么觉得自己就只剩下一条路了呢？我没有时间了。3个月前，我知道自己得了胃癌。人不都是这样吗？当初的缺憾，现在来弥补。对于那些女人，我用催眠术为她们制造美梦，何尝不是我自己的最后一场梦？各取所需，有何不可？我明白了，裸头草碱，它有缓解癌症患者焦虑情绪的作用。这就是你获取他们的渠道。如果当初我的孩子生下来的话，应该会跟那个叫豆豆的小男孩一般大了。所以你对曾方平开枪，一方面是想杀人灭口，一方面你也是想救那个孩子。陈丽江，作为一个魔术师，你为什么懂得催眠术？能告诉我吗？我会催眠术，很奇怪吗？现在网络这么发达，相关的书籍有很多，自学。都到了这个时候了，你只有说真话才能救自己。救？对。无论我背叛多久，依照我现在的病情，都不会活着出来。我说的是不是实话？你们去调查一下我的电脑浏览记录，就都知道了。喂，我已经按你说的做了。很好。什么时候可以找人实验？实验，你只有一次机会。失败了会意味着什么？你比我清楚。记住，催眠是否成功基于很多因素。你对自我精神力的控制和对目标的控制都很重要。你必须对目标足够了解，完成对其完整的内心窥探才可以。咱们去附近接供忙吧。给我买衣服啊！哎，干嘛？美女，对不起啊，我给你擦一下。没长眼睛啊！走路不看路的。哎，我都跟你道歉了，你还想怎么样？道歉有什么用？道歉有用要警察干什么？美女，你消消气。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这人神经病吧？什么人啊？走吧，别理他。哎，你说谁呢？你们怎么这样啊？欲望、秘密，你要到他内心深处去寻找。
只有深入黑暗，了解对方需要什么，你才能掌控催眠。喂，我失败了，我失败了，我被发现了。不是我的原因，是突然出现个人，我不知道他怎么会出现在那儿，不应该的。我都按你说的计算好的，按你说的我。喂，好好想想，我都教过你什么？其实我什么都没有教过你，因为你不需要我教。老大，这些东西马上就要交给检察院了，这封信怎么办？陈丽江说，他是因为看了圣经写着玩的。我们现在并没有证据证明这个 K 的存在，先放档案里吧。好。哎，刚才怎么这么机灵啊？还是让我进去打。他人呢？他刚才好像被局长叫走了吧？哦，对了，局长让我告诉你啊，让你好好写那个报告，说你的报告需要拿到省里参加交流学习，你可要好好写啊，说不定这次在省里你就扬名立万了。老大，如果你混好了，你可千万别忘了我呀。你这个脑袋瓜里面每天都在想些什么呀？行，赶紧送东西去，去。好好写报告啊！写报告。海晨呐，这次案子破得这么快，多亏有你在啊！哎，就不能多待几天吗？我还希望那个白丫头能跟你多学几招呢。他用不着我教他。哎，他和小传还差得远呢。哎。每次案子一结束，写报告就是我最头疼的事儿了。听小传说，是你让他进去的。对，审讯手法玩得不错。你也不差啊，还说自己不懂犯罪心理，不是挺懂的吗？陈丽江，他招了所有的事儿，说他的催眠术是网上自学的。技术部门的人呢，也在他的电脑里确实找到了资料和浏览的痕迹。这个案子算是了结了，可是我始终觉得哪里好像不太对劲，没那么简单。我看过审讯的视频了，你跟他聊的还挺多。啊？你是说最后一段啊？什么意思啊？你是觉得我说的不够深刻，不够走心？只是没想到，你还挺能扯的。韩晨，有你这么夸人的吗？白警官，这是给你的资料。哦，谢谢。白警官，你要的口供记录。谢谢。
白警官，受害人的检查资料。我要回去了。白锦溪，再见。哎，老大，韩神呢？不在这儿吗？没有啊，走了。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听，请稍后再拨。这个家伙，走怎么连个招呼都不打呀？哎，老大，你别看这个了啊，我跟你说个正事儿啊，咱们要不要给韩神寄点东西过去啊？寄什么？土特产嘛。我跟你说，人家韩神在这几天帮咱们破了这么大的一个案件，人要走了，咱们连一顿像样的践行酒都没请人家喝，说不过去呀。所以刚才哥几个商量商量，说给韩神寄点好吃的好喝的寄过去，地址我都要到了，你看。白锦溪，江城都有些什么特产？特产？酱鸭、辣椒酱、豆干儿。这个季节的水蜜桃的味道也是相当的 nice。那你帮我买一些吧。不用，等我真的买了，到时候再说吧。小传，我这刚要的。让你做刑侦，是不是委屈你了？哎呀，怎么了这是？你应该去当外派人员，拐子一手好胳膊肘。是。公安是我们的职责，他帮忙那是应该的。走连声招呼都不打，明显就是没有把我们大家当回事嘛！你还巴巴的给他邮东西。再说了，什么土特产啊？他一个地东的公子哥，看得上眼啊？我看你是闲得慌，那么闲。去，这么闲，把所有东西都给我复印10份。哎呦，真不送啊？不送。笑什么？不就是买个东西吗？怕什么？虽然我是说过不买，但是没办法，谁让我是温柔善良、心胸就像海一样宽广的女人。哎，自古啊，美丽的女人心都是比较软。那小偷穿什么衣服？灰色连帽衫。哎，那个人，说你呢？哎，照着跑！那么嚣张！我最看不惯的就是你这种人，还偷人家东西啊！谢谢啊！走，哪里？谢谢。这是我们作为警察应该做的。哎呦，这姑娘真厉害，太了不起了！姑娘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
估计你这几天会回来，就上网查了一下车次，特意过来接你的。以后别做这么多余的事儿了。哎，韩晨，你等我一下。我怕你打不着车，所以我先去了你单位，把车给你开过来了。谁让你动我车的？坐后面去。怎么样？这次找到那个他了吗？看来没什么收获呀。跟你有关系吗？韩晨，你到底能不能明白我的意思啊？那个他根本就不存在。OK， 我的话你可以不信，那你兄弟的话呢？你爸妈的话呢？你都不信吗？难道我们所有的人串谋起来骗你不成啊？闭嘴！你不想听我也得说，那个他根本就不存在，这只是过去的1年你在昏迷当中，他在你梦境里的一个幻觉而已。这是心理医生的原话，你必须要面对现实。韩晨，如果你再继续这样下去，只会折腾你自己越来越累，也会让叔叔阿姨还有身边我们这些关心你的人都身心疲惫，你知不知道？说够了吗？我找谁是我自己的事儿。我爸妈再怎么喜欢你，再怎么把你当儿媳妇，你也不可能成为我韩晨的老婆。你明白了吗？韩晨，我喜欢你，所以我愿意陪着你。当不当韩家的儿媳妇，我根本就无所谓。我会一直喜欢你，也会一直陪着你。但是我想让你知道，这么些年来，陪在你身边的人不是别人，是我。你到了。这不愧是白警官啊，就是白警官，打得漂亮！我去，真厉害啊！不愧是我老大是吧？哎，小黑小黑，你们看了没有啊？正看呢。你看这动作啊，多帅，漂亮吧？还挺上镜，不愧是我老大。早，白警官，早。干嘛？你们一大早的，我脸上有花啊？不是有花，老大，你太牛了，你成网红了，你知道吗？什么呀？小心小心！美女逆天擒拿，一招放倒壮汉。小白，这下你可火了呀！是啊，是啊，就是这姑娘，真厉害。看这个，看这个，是吧？好帅啊！比本人还漂亮吧？关键是本人长得比较好看，比较上镜而已。行了，老子要带你去特产店干嘛了？地上都是什么东西？干嘛？大早上的鞋都不好是吧？走，算了，就你最八卦，烦人！哎呀，有些人啊，嘴里说不要，其
其实身体是蛮诚实的嘛。哎呀，干嘛呀？说了本来就实话，还看自恋。局长，你找我？对，坐。是这样的，近2年，兰溪省大案频发，不知损伤了多少无辜的群众。为了杜绝此事再次发生，我希望调动兰溪省内各个城市的精英警员来到兰市进行一次特别培训，然后我们再从精英当中选拔精英，成立一个特别调查小组，专门对付那种棘手大案。这件事我早就已经跟上级汇报过了，最近批下来了。但是我这个调查小组需要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负责，我打算交给你。交给我？怎么，没自信？当然不是，我们当警察的自然是以除暴安良为己任。我只是感到非常光荣，局长能交给我这个任务。我就知道你肯定没问题的。哦，对了，还有一件事。什么事？您说。韩晨那小子自从来了兰市是屡破奇案，所以我想让他这次也加入调查小组，你觉得呢？韩晨不错，很有能力，但他个性很高傲，有时候不合群。我担心，如果你的担心我知道，跟我想法一致。这样吧，明天你叫他过来，我当面点点他。有局长您出马，我就放心了。还有，韩晨上一次协助江城警方破获了一个棘手的案子。江城警方负责此案的白锦熙、周小传2位同志表现得十分出色。江城虽然是小地方，但是只要是人才，我们就不能放过，对吧？所以这次培训，我希望他们2个也能够加入，顺便让我看看他们真正的实力。好，我马上联络省里各市的警局，让他们推荐人员，我再从中挑选，保证参加我们这次培训的人员都是警界里的精英。局长您放心。好，我放心。那个他根本就不存在，这只是过去的1年你在昏迷当中，他在你梦境里的一个幻觉而已。难道这个人真的只是存在于虚幻中吗？可这张车票明明却那么真实。本小姐一诺千金，这好像太酸了。一共500块，赶紧拿来。这样也不好啊，显得我好小气。锦溪，老徐，你怎么来啦？有人说过，案子破了要请我吃大餐的。我是说过这个话，我保证，我也一定会兑现的。只是能不能下个月啊？你知道今天都已经28号了，我偶尔也会去当一次月光族。走吧，我可以借给你，发了工资要还给我。这也行啊？对你没有什么不可以的。